你會挑選邊一個繼續發展落去呢？我中意純情嘅外表同埋狂野嘅內心。1、2、3，你哋3組都開始啦！如果唔係輸啊，快啲！都可以咁樣，拖嚟嘅咯喎！哇！而家係阿婷迪斯登啊！歡迎大家接受我 Benji 嘅邀請，參加全新一輯嘅 Gay Dating 真人 show Boyscation 2。去年初在洛杉磯的一次聚會上面，有朋友提到說香港有一個節目叫仔仔一堂，那麼馬上吸引了當天晚上聚會的朋友們的注意力啊！朋友們聚在一起開始討論這個節目，然後又說這些嘉賓當中哪一個仔仔是自己的天菜，說到激動的地方還爭論起來。這檔同志版的戀愛綜藝節目開創了華人社會的先河，讓那些看夠了直男直女為主的那些戀綜的人也有機會看到我們同志群體的故事。我更感興趣的是同志版的這些戀愛綜藝能夠在電視台播出，其實顯示了香港社會對性少數議題的接納度越來越高。上周呢，我有機會採訪了節目的製作人王賢志先生，聊起為什麼要舉辦這樣一檔節目，以及仔仔第二季何時推出。那麼在新的一季當中，又有哪一些靚仔加盟成為嘉賓呢？當時怎麼想的要做這個仔仔一堂嘅節目？其實仔仔一堂咧就係啱啱疫情嘅時候，咁因為大家都揾喺屋企啦，睇好多電視啦，咁然後就發覺，咦有好多 dating show 原來係好吸引過啲配對節目，咁我睇咗好多嗰陣時，咁世界各地嘅都有，咁但係大部分都係男女噶嘛嚇，咁其實喺西方社會都有一啲係比較前衛啲嘅，可能佢會擺啲bisexual 啊落去咁樣，咁但係都唔係一個全男班嘅，咁因為我自己喺香港亦都係好公開一個同志嘅身份，咁亦都係比較即係正面啦，大家幾接受啦。咁我覺得如果我去牽頭做一個咁樣喺香港嘅男男配對節目得唔得咧？咁所以係有咁樣嘅諗法先。咁當然因為我亦都喺呢一行咁多年，咁又識好多人，咁結果個消息就傳到去 TVB 嗰度，咁然後佢哋又好有興趣，咁跟住嗰陣時啱啱曾志偉又翻 TVB 做總經理啦。咁跟住不如試下啦，咁大家傾下就話不如係由佢哋出錢，由我去拍，我去再埋單去揾人拍，咁所以成件事就係咁樣嘅。咁我都好多謝即係有人去俾我一個機會去實現呢個夢想，因為如果喺電視出嘅一個節目，我覺得其實個影響力同埋嗰個嘅討論度一定大好多。即係如果網上其實任何人都拍得嘅，但係網上出到嚟，咁有冇人留意咧？睇完又會有啲咩諗法咧？咁我覺得係會唔同。然後我看到你說這個比那個10月懷胎還要困難。但是你這個好像拖了好幾年，我不知道這個背後有哪些困難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呢個節目真係非一般嘅節目啊，咁所有嘢都係我一手一腳去安排去籌備嘅，包括最初就係首先同 TVB 傾好個合作個關係啦，個模式啦，咁然後我要開始去揾參加者，咁呢個係好難，因為雖然香港社會都好似好 open 啦，咁好多係已經 come up 咗嘅仔仔，但我哋一個電視節目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要求，就係第一你要吸引觀眾去睇，咁你上鏡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條件，外貌啦、身形啦、高度啦，咁跟住背景啦，即係譬如佢係從事咩職業，或者佢係一個咩身份、咩性格嘅人，咁所以有好多嘅仔仔其實未 ready 嘅，即係可能佢覺得我可能平時出到嚟，我去基吧我去玩，但唔代表我要上電視將自己所有嘅故事講出嚟。咁有啲可能屋企人仲未知道啦，未 come out，咁又唔得啦。有啲可能都 OK 啦，好條件啦，但係可能佢唔係 single 嘅喎。咁我係一個配對節目，我又唔想造假，咁又要去揾真正單身嘅去參加。咁仲有就係可能有啲工作上佢哋嘅關係，有啲可能係做教育嘅，做喺醫院做醫生嘅，即係呢啲比較敏感啲。咁可能佢哋都有好多嘅考慮咯，好多個包袱咯。咁所以我揾呢啲參加者嘅時候，我揾咗好耐，基本上可能將我所有識嘅人揾晒，又問朋友有冇人介紹，可能100幾200個先揾到嗰12個。咁呢個係最大嘅挑戰。但我喺好短時間裏邊揾，因為我有個deadline 我要開拍。咁拍亦都係有個困難，因為喺疫情嗰度拍。疫情嘅時候拍，個個都要戴住口罩出街。咁但係 dating 喎，咁你點即係譬如大家食飯戴住口罩都好奇怪。咁所以我又要揾一啲比較係 private 嘅地方，譬如係啲 VIP room 食飯啦，或者可能點解有幾集佢哋煮嘢食比賽啦，因為我好難帶佢哋出街，然後有好多人睇到又除咗個口罩，同埋要做啲咩咧都係要去諗。咁所以點解有一集又上船咧？因為上船喺個遊艇
我哋自己搞咗個 party， 好似係幫我慶祝生日嘅。咁其實嗰個亦都係一個叫 private 嘅地方，咁先至可以做到咯。所以還是有很多挑戰。而且我看那個後面播出了之後，好像有一些投訴，是吧？這樣會帶壞小孩。好少好少。其實應該係播之前，反而大家有負面嘅聲音，因為大家唔知係咩節目啊。一聽到哇 TVB 做咁嘅節目啊 ，TVB 教人搞基啊，即會用呢啲咁樣嘅字眼，覺得 TVB 教壞細路，即係因為 TVB 係好大嘅，即係全世界都識，個個華人都識。就會諗點解會做個咁嘅節目嘅咧？咁即係一定係諗住啲負面嘢先嘅，而且可能以為我哋係賣肉咯，露身材，淨係即係需要嗰啲男仔嚟露肉咁樣。咁但係我自己當然知道，因為我自己睇咁多節目，我除咗係一個製作人，我係一個主持，我亦都係一個觀眾。我知道啲咩節目睇完啲觀眾會有咩反應。咁所以喺我設計嘅節目嘅時候，我係會擺好多一啲有意義嘅 segment 一啲 element 落去，譬如我訪問唔同嘅慈善機構啦，香港有好多支援 LGBT 嘅慈善機構啦。我訪問咗一位 lesbian 嘅媽媽，咁佢都係名人，咁佢個長輩嘅身份同我哋仔仔做 sharing 啦。最尾嗰集我講婚姻啦，我先生好多仔仔嘅屋企人都全部出晒嚟，有個嫲嫲都出埋嚟，咁我就覺得親人嘅支持、朋友嘅支持都係非常之緊要。咁所以當個節目推出啦，啲人睇完就發覺哦。原來係咁多角度去講同性戀嘅，即係除咗配對其實係一個包裝嚟嘅啫，即係一個娛樂嘅成分。但係成個節目仲有好多其他嘅元素，令到大家去睇。咁而嗰啲就係我想帶出嘅一啲信息咯。咁所以反而出咗街之後就唔係太多負面嘅聲音。跟住喺網上你見到啲討論啦，我諗99%全部都好正面。即係偶爾如果有人入去講啲難聽嘅説話，應該會俾其他人鬧翻轉頭。我還看到疫情期間嘛，你的先生的這個媽媽去世嘛，我看到有一個採訪說，你媽媽拉着這個凱文的手說，哦，你媽媽不在了，我就是你媽媽，就是因為你剛才特別談到家庭嘛，然後我做的工作呢又是關注 LGBT 跟他們父母出櫃、家庭接納這個事情，你怎麼看這個家庭在我們 LGBT 的生命當中的意義？非常之重要，家庭嘅 support， 即係我諗我可以行到呢一步，咁一定係要有我自己屋企人，即係喺背後嘅 backup， 全力嘅支持先得。即係如果佢哋唔接受或者佢哋唔想咁高調，唔想人知，其實我諗我亦都唔會係可以行得咁前咯嚇。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嘅，即係尤其我哋呢一輩嘅父母要再年紀大啲，即係可能佢哋嘅思想亦都未必好似而家新一代嗰啲，譬如年輕嘅父母可能諗得咁新咁前，咁所以要用好多方法去同佢哋解釋，甚至乎令到佢哋明白，咦，點解我個性取向係咁咧？咁可能唔係佢哋嘅錯，亦都唔係我嘅錯。但係我諗喺佢哋嗰輩好多一開頭就會諗啲好負面嘅嘢先，係咪做錯咗啲乜嘢啊？係咪要去睇醫生啊之類？咁我係經歷過呢個過程嘅都，咁但係呢個過程可能好多年，咁慢慢，咁我先再認識我而家嘅先生，咁令到佢哋又去一步一步咁接受。咁所以我做呢個節目其實另外一個嘅初衷就係都想，我係一個過來人，經過咗咁多步，我覺得可唔可以係將我經驗分享，令到新一代或者年輕一代嘅無論係同性戀者或者佢哋嘅家庭、佢哋嘅父母可以更加明白咧。咁唔使走咁多冤枉路，或者早啲大家接受對方，其實係令到個家庭更加和諧，同埋係即係大家嘅 bonding 仲重。咁所以我好開心呢個節目出咗之後咧，其實我收到好多嘅回響咧，就係啲 straight 嘅啲直嘅 parents， 佢哋有寫啲 message 嚟話，佢哋以前都誤解咗，即係誤解咗gay 嘅 lifestyle， 原來係咁㗎。原來其實同 straight 嘅係冇分別嘅喎，係都可以係好 pure、好真摯。咁所以佢哋都話睇完之後佢會知道，咦，第日如果自己嘅子女 come up， 即係幻想，如果 come up， 佢哋會點做？即係佢哋未必一句 no 就完咗件事，因為呢個係最唔應該嘅。即係其實係應該有多啲溝通，但係未必需要一下接受，但係起碼有個空間，慢慢去了解。咁我覺得我呢個節目其實都做到某啲呢方面嘅嘢嘅。你自己是出櫃比較早的，差不多20來歲就出櫃。那當時呢，你自己在跟你的父母出櫃的時候，
是有什麼非常大的挑戰？我諗，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同佢哋一齊住，大家生活喺同一間屋，咁其實佢哋一直都知，即係我諗佢哋都估到啦嚇，即係我冇直接講，咁所以我講嘅時候，佢哋冇好 surprise，冇覺得哇好奇怪咁。咁但係當然都有唔接受嘅，或者我諗可能佢哋都會覺得，佢哋有提過啊，係咪要睇醫生啊？咁我都真係帶咗佢哋睇，即係我哋相熟嘅家庭醫生。其實我係想由醫生把口話俾佢哋聽，唔係一個病嚟嚇。咁我覺得既然佢哋想知，咁我咪同佢哋一齊去問咯。咁但係冇好激烈嘅場面，因為其實我嘅 case 有啲唔同，有好多人 come out 係有原因，好多人 come out 可能我識咗另一半，我好想我屋企人去認識佢，或者我想帶佢返屋企，又或者我想搬出去同佢住。咁但係其實我係一路都冇拍拖，我從來都冇男朋友。基本上我講俾佢哋聽嘅時候，我唔係需要改變啲乜嘢，我都依然繼續同佢哋一齊生活，依然係做嘢返屋企咁之類。咁所以其實佢哋用咗個好長時間去接受、去消化嚇。我諗去到後期，反而佢哋有啲擔心。哎呀，咁阿仔你點啊？咁你使唔使揾翻個人啊？咁樣即係，所以我係經歷咗一個好長嘅階段。咁當然有啲嘢係我自己未 ready 嘅嚇，屋企人接受咗先。咁但係可能我又做緊藝人啦嗰段時間，咁可能有啲嘢我又覺得要好小心啦，又真係冇機會去識人啦嚇。咁樣嘢加埋咯。Kevin 應該是你的初戀，然後一起差不多從拍拖再到結婚有15年還是16年是嗎？16年啦，16年啊。I offer to you all that I am. With this ring, I marry you and join my life to yours. And now it is my very great pleasure to pronounce you married, and you may now kiss. 所以你有很多的不同的身份，比如說製片人呐、主持人呐、這個商人呐，但是你說你最喜歡做的是別人的丈夫，所以那種情感或者說伴侶的這種關係，對你來說有哪些重要的一些？我諗人生唔同嘅階段有好多唔同嘅 priority 啊，我哋要排一啲我哋先後嘅次序嘅嘢。咁細個嗰時可能工作係最緊要，咁去到一段時間工作。我覺得，我好滿足啦！我要做嘢，我做晒啦。跟住我就開始發覺，我冇拖拍反而好慘，即係我好似成日都自己一個人喺大時大節。我嗰陣時喺電視度同大家一齊過年啊、倒數啊，我覺得好好喎，好有意思。但係當你做咗好多年都係咁時候，你就覺得好悶。咁點解我唔可以同一個我自己都心愛嘅人，大家一齊去慶祝咧？咁所以有段時間我係好想揾翻一個人，但係當你好刻意去揾，或者你好想做好多嘢去揾嘅時候，往往就係揾唔到，或者往往就係可能好多錯綜複雜啦咁。所以到後尾真係揾到嘅時候，我好快就即係 settle down，因為其實我已經等緊呢個階段好耐。咁所以我雖然好遲先開始拍拖或者去認識人，但可能我用一個好短嘅時間去追翻晒之前失去咗嘅嘢。咁所以點解我又好快可以結婚？或者因為我哋好快已經一齊住，佢唔係香港人嚟，佢搬嚟香港就係為咗同我一齊生活，咁所以就一齊住。咁但係呢個過程已經一早就係我同屋企人 come out 咗啦，再加埋因為我藝人嘅身份，有時我出去蒲啊，成日俾狗仔隊影，咁影下，亦都好似幫我 come out 埋，向公眾 come out 埋。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就好似之後好順理成章，我唔使做任何嘢，咁已經即係一步一步就好快可以實現到。咁但係調翻轉，原來你好 open 好公開承認。你有男朋友，人哋反而好欣賞添，即係覺得哎呀，你冇收收埋埋，你冇遮遮掩掩，你冇講大話，咁反而好正面。咁呢個我冇諗過，因為以前你會覺得哇，即係唔可以話俾人知。咁到我後尾咁公開，而反而大家係咁接受，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咁所以我後尾喺 TVB 度做仔仔一堂，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因為我以前啱啱入 TVB 30年前去做藝人嘅時候，你會好驚人哋知你嘅性取向。你唔敢表露好多嘢，你可能會一個新人咧，好想得到機會，你會敲監製嘅門，有咩工作俾我做啊咁。隔咁多年之後，我喺呢個電視台度做個節目，我係監製，而係講同性戀呢個話題，我覺得係一個好匪夷所思、冇諗過嘅事情。也就20-30年哈，其實還是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从原来这个遮遮掩掩到现在这个直接做一个节目。係啊。对，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这个仔仔一德？比如说，如果我们身边或者说有一些朋友說，哎，我好想去參加啊，有什麼樣的標準？我其實最近都拍完第二季啦，咁第二季都而家做緊後期剪接，咁其實10月會播啦喺香港，亦都係喺電視台播，不過今次唔係 TVB， 喺 ViuTV 另外一個電視台。OK 嚇，咁當然喺網上嘅世界都會睇到嘅嚇，大家唔一定要坐定喺電視度睇。第二季我揾嘅人嘅條件其實同第一季都好類似嘅，不過就再後生少少，因為我覺得第一季可能好多嘅年紀都係30歲左右，咁我覺得啲人成日都話，哇30幾歲好似係叔叔喎，唔係仔仔喎，咁我今次就揾翻多啲係20幾歲嘅，咁其實除此之外，我諗好難講一個真係標準嘅條件，因為呢個唔係個選美節目，咁其實我係睇性格，我睇佢 background 多啲，咁所以我係唔會公開招募。我係全部都係我自己去揾，可能係朋友嘅朋友介紹，因為我覺得我唔想大家覺得為咗想出名、想紅去上呢個節目，咁成件事就變得唔係真。咁所以你見我啲參加者其實同其他配對節目好唔同。其實古今中外好多嘅配對節目其實都係一啲 model 啊，可能演員啊，或者唔係好出名嘅演員去參加，咁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有啲好做戲，有啲假咯。咁所以我就今次揾嚟嘅全部，即係呢2次揾嚟嘅全部都係可能各自有自己嘅職業，佢都唔係淨係為咗想出名去參加呢個節目。所以，那你第一季的時候，其實有非常好的反應啊。你覺得這個像仔仔一堂這樣的這個節目，對這個我們 LGBT 社群的這個意義，你有看到的，或者讓你比較這個很開心的一些地方是什麼？正如我都有講過，就係呢個節目我哋係俾好多唔同嘅人睇，有譬如有 member 有同志，有 straight 嘅 couple 或者 straight 嘅家長，有真係長輩老人家。其實因為電視節目跟住網上又可以睇返，而且我哋嘅範圍唔係淨係香港。其實後來我就知道內地啦、台灣啦、馬來西亞啦，我哋都好多粉絲，甚至乎世界各地都有，因為 YouTube 都有得睇，免費睇。咁我有時我收到啲 comment 咧，係英文之餘有俄羅斯文啦，有西班牙文啦，真係㗎，我都唔知點解佢哋會睇到，真係用西班牙文，咁我要用即係個 Google 個 translate 先睇到佢寫乜咁。咁我就覺得哇，原來拍一個咁嘅節目係都幾有影響力㗎喎，即係原來真係 reach 到好多唔同嘅人，我喺南美洲都收到有啲粉絲嘅信，我哋真係後尾有粉絲特登由美國啦、英國翻嚟參加見面會，係特別飛翻嚟，因為後尾啲仔仔好受歡迎，咁我哋搞咗好多唔同嘅見面會，亦都去咗台灣、去咗澳門、去咗馬來西亞做一啲宣傳，去到邊度都好，我覺得大家都係因為咁中意嗰個節目，佢裏邊所帶出嘅正面信息，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已經係成功咗。咁你話係咪可以再好啲？咁當然永遠都可以再好啲。咁但係以第一次做一個咁樣咁話題咁特別嘅節目嚟講，我諗我都已經係好小心去處理。咁出到嚟而家個效果同埋個反應係比我預期更好啦已經。咁我其實都好開心。咁所以點解想再做第二季就係希望仲有啲咩未講晒嘅，或者第一次我好小心，可能有啲嘢唔想講太多嘅。咁今次可以再分享多啲咯。所以如果對未來的話，你希望做多少季啊？因為現在今年是第2季。我暫時未覺得會做第3季，因為好老實呢個係一個香港嘅一個節目，喺香港嘅電視台播，我一定要講廣東話，即係大家都要講廣東話。但係其實廣東話個人選同埋個市場係好細，係咁所以。有時我去揾啲仔仔嘅時候，我都好想揾一啲內地嘅參加者，我想揾台灣嘅參加者，但係佢哋只可以講到國語、普通話。咁我哋其實都講到國語同普通話，但問題當一個節目，即係好似你睇我哋第一集，大家一齊食飯，如果我哋就晒佢哋講普通話嘅話，咁出到嚟就唔係一個香港嘅節目啦，就唔係一個同我哋香港係距離會遠咗。咁除非我嚟緊嘅計劃係做一個可能係內地版，或者台灣版，或者唔知啦，咁可能又講英文都得嘅，但係我一定要大家嘅參加者係溝通到。咁如果要揾人即時翻譯嘅話，咁就會少咗個即時嘅反應咯。即係譬如你講完我都唔知你講咩啊，我要話俾人哋話俾我聽你講咩嘅話，咁所以出到嚟嘅效果會好奇怪。咁我諗大家中意睇呢個節目另一樣嘢就係會睇到好多香港嘅特色，譬如香港人講嘢嘅方法，我哋永遠係叫對方英文名。
喺內地台灣係叫中文名。我哋一路講嘢會加好多英文，我淨係講嘢都係中文英文溝埋嚟講，呢個就係香港人嘅特色。如果我哋去遷就其他嘅觀眾而講另一個語言嘅話，就唔係一個香港嘅節目。咁大家可能都覺得唔需要我去做。我聽說第二季裡面是有一些這個仔仔是來自於大灣區的，是嗎？有一位嚟自廣州嘅，咁因為佢嘅廣東話係好標準嘅，咁所以其實就冇乜隔膜。咁呢個都係我想有，因為我想有唔同地區嘅仔仔可以帶出一啲嘅唔同嘅火花咯。因為佢可能代表廣州或者內地而家新一代嘅同志佢哋嘅諗法啊，佢哋嘅生活方式啊，咁可以有好多嘅交流。再確定一下，是喜歡仔仔一堂節目的觀眾應該是在今年的10月份。今年嘅10月份會播啦，好快。咁今次呢，我哋冇中文名嘅節目，係叫 Boyscation 2。我哋第一輯係仔仔一堂 Boyscation， 第二輯係 Boyscation 2，但係 2唔係 TWO， 係 TOO。OK，有兩個意思嘅。